每次去夜市点碗肉羹面，或者买那种邪恶的盐酥鸡，还有平价牛排馆的铁板面，你注意看，桌上绝对少不了那2罐灵魂伴侣黑胡椒跟白胡椒。你是不是也常常跟我一样，不管3721，抓起来就往死里撒，撒到整碗汤上面浮着厚厚一层粉才觉得对味？但说实话，你有停下来认真想过1秒钟吗？这2个我们从小吃到大，简直跟空气一样理所当然的调味料，到底差在哪？有人瞎扯说黑胡椒跟白胡椒是2种不一样的植物，还有群组最爱转发的长辈图吓唬你，说白胡椒之所以那么白，都是用化学药剂飘出来的，吃多了会伤身。甚至还有人天真的以为颜色越深越纯，白色的都是假货，真的是听听就好。如果你到现在还在凭感觉乱撒，或者去大卖场买胡椒粉的时候永远只看哪罐特价就拿哪罐，那你真的错过太多让街头小吃灵魂大升级的秘密武器了。搞不好你一直以来吃下肚的根本就是一堆没有香气的淀粉粉末而已。今天这篇我们不讲废话，直接带你杀到迪化街，把中药行老祖宗传下来的香料智慧一次全部挖出来。先说好，这绝对不是什么玄学，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科学跟100年经验的积累。看完这满满的干货，我敢拍胸脯保证，你以后去吃小吃绝对不会再撒错。连去超市买调味料都能一眼看穿商人，绝对不会告诉你的秘密。准备好颠覆你的味觉认知了吗？来，我们直接拆解真相。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有个超级根深蒂固的误会，以为黑胡椒跟白胡椒就像黑猪跟白猪那样，天生就是不同品种或者额外加了什么酱色染出来的，大错特错。听中药行的老伯一讲才知道，这2样东西根本就是同一棵树上结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同一种果实。没错，不管是黑的还是白的，它们的祖宗完完全全就是同一个都是胡椒藤上结出来的胡椒浆果。那这就奇了怪了，既然是同一个妈生的，原料一模一样，最后到底怎么变成一黑一白的，而且连味道那个呛辣度都差那么多？其实最大的关键就藏在采收时间跟干燥工艺的魔法里面，这才是2者在发酵与加工上最根本也最核心的差别。我们就先来说说那个香气狂野，你去吃夜市铁板牛排绝对少不了的黑胡椒。黑胡椒的整个制成走的就是一个非常粗犷的硬汉路线。农民会在胡椒果实还没有完全成熟，外表看起来还是绿色的时候，直接把它采收下来，然后呢，就没再跟你客气，直接连皮带肉毫不修饰地丢在太阳底下做长时间的日晒干燥。在这段超狂的日晒过程中，果皮里面的酵素就会发生一种奇妙的发酵反应，你会看到整个果实慢慢缩水变黑，表面还会产生像大脑一样密密麻麻的皱褶。正因为它是连着外皮一起晒的，果皮里面那些超级丰富的挥发性精油跟芳香物质就被一滴不漏的完完整整保留了下来。所以你懂了吧？黑胡椒的香气才会那么浓烈，充满厚重的木质调，吃进嘴里的辛辣感也是最直接最凶猛的，简直是一种直球对决的爆裂美学。那白胡椒又是怎么凭空变白的？难道真的是像阿妈说的那样用漂白水泡出来的吗？这真的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了。要做出了一罐好的白胡椒，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农民要一直等到胡椒果实完全成熟，外皮变成那种很饱满的红色的时候才能进行采收，而且采收下来还不能直接拿去晒哦。师傅要先把它们装在布袋里，泡在流动的水里面。这泡水可不是简单洗个澡就算了，一泡就是长达1到2个礼拜。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外层的果皮跟果肉能够自然软化腐烂，等到外皮完全脱落之后，只留下最里面那颗浅色的核心种子，经过反复清洗，最后才拿去日晒干燥。因为去除了含有大量精油的果皮，白胡椒的香气就变得比较内敛温润，没有黑胡椒那么呛辣，反而多了一种非常优雅的清香。有时候你如果靠得很近仔细闻，甚至还会闻到带有一点点微弱的发酵气息。
所以说，市面上传言什么白胡椒是化学漂白的，根本是无稽之谈，人家可是实打实经过反复水洗脱壳出来的纯净精华，好吗？说到这里，我觉得必须立刻来打破大家最在意的一个迷思，也就是到底谁比较贵，谁比较健康。太多人被那种似是而非的网络谣言糊弄，觉得黑漆漆的黑胡椒感觉就比较纯比较厉害，但其实在香料的真实市场里，白胡椒才是真正费工的高级货。因为你不但要等果实全熟，又多了一道超级耗时的浸泡脱壳手续，过程中的耗损率又极高，所以真正的纯白胡椒粉，那个成本其实是远远高于黑胡椒的。至于营养跟健康价值，这两者都是顶级的天然香料，完全没有什么谁比较毒的荒谬说法，只是它们的强项点在了不同的技能树上而已。黑胡椒因为连皮保留，拥有了最完整的胡椒碱和挥发性精油，科学界早就证实了它促进新陈代谢跟抗氧化的能力极强，简直可以说是香料界的一头猛兽。而白胡椒虽然少了一层皮，但它那种温和的属性，对于提振食欲、暖胃驱寒一样，有着不可取代的江湖地位，本质上对我们身体都是超级赞的天然好物了。接下来这段绝对是今天整篇最实用的精华，让你马上知道台湾小吃到底该配哪种胡椒。选对香料，我跟你讲，绝对比你纠结要不要加辣重要10倍不止。我们先说白胡椒，它绝对是台湾街头小吃的绝对主角，当之无愧的百搭天王。白胡椒的灵魂奥义在哪？就在于提鲜去腥，而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超有礼貌，不抢戏，绝对不破坏汤色。你想象一下，去喝肉羹汤、四神汤、皮蛋瘦肉粥，或者吃清蒸鱼、水煮海鲜的时候，白胡椒那种温润的香气能完美压制住猪肉的骚味或是海鲜的土腥味，同时还能把汤头的鲜甜味整个往上提拉好几个层次。你把它撒在清澈的汤底里面，完全不会把主角的风采抢走，喝起来的汤头就是2个字：清爽高级。去买盐酥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刚炸好的鸡排撒上那么一点纯白胡椒，那种轻盈的香气根本是拯救没胃口的绝配。那黑胡椒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轮到这位硬汉上场？答案超级简单，专门对付那些重口味、重油脂、带血水的高蛋白食材。黑胡椒的核心任务就是强势压阵与增浓。假设你今天去夜市吃铁板牛排，或是炒了一盘充满奶油香的洋葱蘑菇，还是周末跟朋友在家狂烤五花肉，拜托赶快把白胡椒收起来，换黑胡椒上阵就对了。当牛排那种厚重的油脂一撞上，黑胡椒狂野的辛辣味，那个化学反应会瞬间穿透油腻感，解腻的同时还带来一种非常强烈的味觉刺激，直接把肉质本身的焦香逼到极限。黑胡椒不仅能强势压制红肉的腥膻味，还能把酱汁的厚度狠狠往上拉满，那种霸道又浓烈的记忆点，真的是温柔的白胡椒绝对做不到的。看到这边你可能会想，小孩子才做选择，那如果我2种风味都想要，或者我想调出夜市那种神级盐酥鸡的味道怎么办？算你今天赚到了，免费教你一个连中药行老爹跟总铺师都在偷偷用的隐藏版大绝招。真正的顶级胡椒盐绝对不可能是只有盐巴加胡椒这么无聊，你自己在家里调的话，直接把纯白胡椒粉和盐巴用3:1的比例做基底。重点来了，你要在里面加入极少量的五香粉跟甘草粉，这招超级神。甘草天然的甜味会非常完美地中和掉胡椒的呛辣，而五香粉则负责把整体的香气层次拉到最满。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截长补短，1秒就能还原那种排队名店吃起来会回甘的死神级咸香，既不会让你觉得太死咸，也不会呛到你猛咳嗽。这可是很多老饕死都不说的黄金比例，下次在炸东西的时候，强烈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看。最后还是得来点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避坑指南，到底在超市要怎么挑出一罐真正纯的胡椒粉？第一步，不管你最后决定买黑的还是白的，拿起来的第一个动作绝对是给我翻到背面，死死盯着配料表看。现在市面上有太多那种变异形式的便宜掺水货了，
工厂为了省时间压低成本，会在里面狂加什么麦芽糊精啦、地瓜粉啦，甚至化学的人工香料跟防腐剂来增加重量。吃这种东西，不但根本享受不到天然香料的好处，还只是在给身体徒增负担。记住一个重点，真正优质的纯白胡椒粉颜色其实是偏灰黄色的，绝对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纯白色。只要看到配料表不干净，别犹豫，直接把它放回去。买回家的保存方式更是个大魔王等级的考验，这也是我们最常踩雷的地方。香料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就是光线跟湿气。很多人习惯把胡椒粉摆在瓦斯炉旁边的调味架上，想说做菜顺手，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台湾夏天动不动就飙破30度，高温和煮汤的水汽会让胡椒的香气挥发殆尽，最后就变成一罐毫无灵魂的粉末。正确的做法是买回家尽量放在密封不透光的阴凉橱柜里，或者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其实更推荐你直接买整粒的胡椒粒，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现磨，因为现磨能完美锁住里面的精油，那种瞬间爆发出来的香气，绝对比已经磨好放了半年的粉末强上10倍不止。最后，温馨提醒一下，胡椒虽然能促进食欲、帮助消化，但它在中医里面终究是属于温热性的香料。如果你最近刚好胃溃疡发作，或者是熬夜容易上火，喉咙正在发炎，去吃小吃的时候，最好还是先忍一忍吧。别把胡椒粉当成面前的一直狂撒，适量点缀才是最享受也最健康的吃法。以后再去吃夜市或是逛超市，真的不用再看着胡椒罐发呆浪费生命了，依照你今天吃什么肉，喝什么汤来挑选你的香料神队友。我保证绝对不会踩雷，也不会再花那些冤枉钱。享受美食就是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下一次吃肉羹汤的时候，别忘了好好品尝那纯粹的胡椒香。现在我想问问你，吃盐酥鸡你更爱撒黑胡椒还是白胡椒？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吧。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锁定更多让你秒变厨房大神的独家秘籍。